从华为正式回归以后，虽然有一种逆袭的爽感，但是我总担心下一次会不会没东西套了，结果每次都打我的脸。你看这一次 Mate X6到手就能升级原生鸿蒙，于总自信满满啊，说这一次华为 Mate X6 强的飞起。那我用这个5A 速度的 Mate X6带大家来试试看。现在折叠屏大部分还是在配置和厚度里面2选1，你要全功能还是更轻薄？那华为 Mate X6 就是全功能轻薄折叠屏，不讲道理。相比华为 Mate X5、Mate X6 的屏幕大一点点，电池也大一点点，但是厚度和重量又下降了，而且这个厚度下还支持50瓦无线充、IPX8级防水，甚至摄像头这一次都有巨大升级。我手上的这一台典藏版在玻璃和电池上面还要更好一点点，用的是5200毫安时的电池，还有16G 运存和额外支持天通卫星通信，而且这一代的典藏版首发定价还比华为 Mate X5 典藏版便宜了1000，有点意思。这一次的系统，我们直接来看纯选鸿蒙。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，它有点像是给大家一次重新折腾的理由。既然要重新做一个系统了，那就从一开始就把底子给弄好。所以你看这简单装修一下，真和老七不沾边。动画是最表象的，解锁时的时钟、音量条往外拖，甚至大文件夹里面每个图标都有自己该去的位置。估计开发的大哥们除了辛苦，也是会暗爽的吧。而且对于那些适配原生鸿蒙系统的软件，这是一次抛开史山重新做 App 的机会。现在平行世界已经完全找不到开关了，希望大家重新做 App 的时候，直接原生适配不同的比例。你看 B 站现在不用 HD 版了，展开就是适配了全面屏的 HD 版，合上就是普通版界面，跟安卓版 B 站对比起来，各种界面都舒服多了。众所周知华为一直致力于把折叠屏变成一个能轻办公的设备。为了让这个折叠屏变得更加好使，这一次华为 Mate X6 上面还加了一个叫全景多窗的功能。如果 App 上拉到中间，就会把应用变成一张卡片。这个时候选一个应用就可以摆在旁边。但跟分屏不一样的是，拉一下这里就会变成近似全屏的界面，最多可以放3个这样的卡片。而且其他的应用也是活动的，这样你来回切换的时候就完全不会出现闪屏，也不用担心后台会不稳定。比方说健身的时候看个视频，直接把它挂在旁边，一点影响都没有；或者是挂个会议，再挂一个文档和飞书会议纪要，够不够商务？现在也就是游戏还不够多，不然我分分钟一边铲一边看直播，好吧？对了，还有一些软件不给挂在后台播，这不是轻轻松松？而且这一组应用是可以一起挂在后台里面的，滑出去看点别的，还可以接着原来的进度继续用。相当于把这一组应用绑在一起来回切换，不用去后台里面一个一个找了。怎么样，小伙伴们有什么软件是需要挂在后台保活的吗？但可能有小伙伴还想知道，除了尝鲜，还有什么理由要用纯选鸿蒙？那我真要好好说说了。自己的系统就是爽啊！而且换了自家的系统之后，针对很多人关心的图谱隐私问题，现在的解决方法是直接调用华为原生相册。你选这一张图片，它就会只把这一张照片传递给 App， 其他照片 App 是看不见的。保存的时候也是 App 交给华为相册。怎么样，各位老板们，这样够隐私了吗？其他功能也开始越来越完整了，你看这热搜榜都有了，什么时候上杂志锁屏啊？来看一下微信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度哈，像基本的这些功能，朋友圈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，小程序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，像聊天呐，还有引用这些都已经支持了，拍一拍也支持了。收付款的话也是可以用的，基本上就能维持一下刚需了。点开相册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它这有写，像微信这样的软件呢，它都得用这个华为的安全相册。而且我还发现你看这个图，这是不是说明未来是有希望发 live 图的？可以期待一下后续。当然，进到这些软件还是很容易找到各种用不了的功能，但从它们的完成度来看，绝对不是假意配合。而且在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很多软件已经把大部分的框架也搭好了。仔细想想也挺夸张了，这个系统从小范围内测到公测也就过了半年的时间，居然已经几乎可以用了。当年微软要有这执行力都不至于完成那样。摄像头这块那是很有意思，3个都是高像素摄像头，5000万像素超光变主摄，还带 f1.4 到 f4 的10档可变光圈。这一次更激进，它直接加入了一个红枫原色镜头，这是个光谱摄像头，它也不直接拍照，就专门看颜色，所有的摄像头都得听它的。甚至华为 Mate 70系列和 Mate X6还获得了全球首个莱茵专业级拍照色准和色彩稳定性认证。我试了一下，拿它的 iPhone 去超市里面看水果，这差距也不是一般的大。拍上华为是茄
茄子，苹果是茄子。好家伙，哎，我附近正好有一个虹桥公园，拿来试试看红枫原色镜头岂不是完美？不得不说，虹桥的红确实是量身定制的优点，因为颜色够准，所以反而华为 Mate X6敢更大胆的表现红色。A 手机就有点害怕犯错，矫枉过正了。哦对，最后再吹爆一个，这个预览框的清晰度简直是离谱。我之前是很不喜欢用内屏拍照的，那画面模糊的总是没有什么食欲。但这一次又大又清晰，把我操作习惯都强行改了。华为这一次对待 Mate X6简直是怕孩子吃不够一样，纯血鸿蒙、红枫原色镜头两个大招有啥吃啥，让华为 Mate X6有潜力成为应用体验最好的、隐私保护最靠谱的折叠屏。红枫又把折叠屏的拍照短板给拉平了，整机手感、质感还有功能都完全是瞄着旗舰机做的。我接下来也会一直持续体验，看一下这个原生鸿蒙 HarmonyOS Nest 能进化的有多快。等可以放心升级了，我一定会通知大家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 Ti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